啊，大家还挺热情的哈。本来呀，说实话，第二轮准备了一篇纯那个生活观察段子，完了，第一轮那个读稿的准备2篇嘛，导演组读完稿说：“翟亚宁，就感觉你冒犯的还没冒犯够啊，说你要是能极限再冒犯一篇，咱就让你讲。”我连夜熬一宿，又冒犯了一篇。首先对这个赛制我就不太理解，刚才不都比完决赛了吗？按照正常的顺序，我现在该领奖啊，跟那可是。哎呦，这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我跑100米，完了我刚跑完第一，让前3名们再跑一遍。我跟你讲，朋友们，我最不理解就谁，就这2位兄弟你，还有姐妹你俩就这个位置，我一直对这舞台就不太理解，你俩能看着什么玩意儿？你俩相当于面对着那个电脑屏幕背面做 PPT， 你俩。脱口秀这个比赛综艺比10年了哈，比10年了。郭麒麟老师，哎，是不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来，快！该有人冒犯这5位评委了，是吧？哎，朋友们，段子都是假的啊！咱5位叫气氛组组长是吧？哪次气氛是你们带起来的？那我看不能是观众笑完你们在笑的吗？而且是吧，我比2年了啊，就这5位嘉宾，我发现就是意见议论呐，就是这个对段子的意见评价没有出现过分歧过。咱不是说1000个人1000个哈姆雷特吗？那5个评委怎么就1个单口喜剧演员呢？是吧？从来都是杨天真老师，我认为这段子好。完了，黄子韬老师说，他把我想说的话也全说了。邪门了这玩意儿！哎呦，咱们5位这关系有点像那个汇仁牌肾宝了，他好我也好啊。哎。挺好。然后再不一整就是来那种飞行嘉宾啊，飞行嘉宾，朋友们也不是针对今天这3位老师，说实话，你们只是赶上了而已哈，赶上了而已。对，一整就来飞行嘉宾上台一发言，哎呦，我第一次看单口喜剧，我原来从来没看过就能当嘉宾去。真好啊，真好！那我也没参加过音综，也没去过电影节，怎么不让我去当评委呢？哎呦，你要按照这个逻辑，黑灯那最适合当评委的。冠军，哥你没看过的可多了去了，那可。真开心啊！当然，最难受的呢，倒不是这些，最难受的就是每次咱们讲完段子，人得跟咱 talk。哎呦，这个环节，这个聊天真是折磨，这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们也不关心我们。你看，你们，咱说心里话，你也不关心我们，我吧也确实不在乎你们。哎呀，那就是硬问呐，我就搁这硬谢谢呀！哎呀，我的妈，就是说一种感觉嘛，行婚确实难受，朋友们，确实难受，难受哎，不对，放下，完了，没有意义，咱们快快乐乐的给他讲完啊，快乐给讲完，哎。我感觉朋友们，你看脱口秀综艺比赛10年了，
咱就把规矩改一改啊，没有什么意思。你看他老问啥问题，咱们的生活谁关心呢？那5位老师那生活大家都可关注了呢，是吧？咱就玩点大，你看以后咱笑了，光他给咱投一灯，奖励咱问他一个问题，你不就奔着好看来吗？而且咱们脱口秀演员一问就能问到点子上，你知道吧？是吧？我问问郭麒麟老师，怎么那个德云社搭档怎么又拆了？那是怎么事呢？是吧？孟老师，咱更喜欢跑男还是更喜欢桃花坞啊？是吧？你看最优秀的经纪人和最优秀的影视演员姚老师，你说为什么中国电影现在这么多明星，票房靠那个动画片撑着，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看，我问点这问题啊，多开心！当然了，哎，不光就是我们台前的一些演员和老师，咱这节目幕后的导演组也做了不少努力啊，那我也不能放过他们呢。每次脱口秀比赛都要录那个真人秀，你们知道吗？知道。真人秀是这世界上我认为最假的东西。还记得那个宣传片吗？还大家挺爱看那个选手集结啊，所有选手去天台上斗志昂扬，我要击败小鹿，击败付航。咱们要拍，咱能不能按照顺序拍？就先集结再比赛。我拍那个的时候，第一轮比完了。就什么概念呢？8位选手淘汰了。哎呦，我这导演就得嘱咐那8位淘汰的老师多笑一笑。龙哥，这段子给你写的，我懂你啊。不光让人笑一笑，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成绩，总得让人来看，你说有什么意义？我的妈！我就没见过哪个单位把员工开除了，还让人去年会表演节目的啊！哎呦，全是真人秀，完了动不动一个选手讲完了是吧？庞博就是特别煽情。既然你讲了这个段子，我们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夸大屏幕放一个照片。哇，那选手回去看照片，哎呀妈呀，你们把这照片怎么拿来的？不就你给的吗？来了。那还哪能找来这照片啊？他妈导演组派小偷去你家偷的，我的妈！那爷们儿啊，哎呦，我看今天蒋龙老师还来了是吧？蒋龙老师来有什么意义啊？是看庞博跟你的主持差距吗？那是。真好，真好，张嘴就来啊！我们最后朋友们，你看脱口秀比赛是不是快10年了？是不是大家每年都怀疑每个环节有内幕？你看这玩意儿无从验证。我想了个招儿，咱最后一轮，我这是本年最后一个段子了，在线上，哎，咱们能不能陪我玩把大的？我想想就兴奋，哎，真的朋友，我当时想的时候半夜2点、4点都没睡着觉呢。所有投票机的朋友们，哎，咱把票全给我灭了。比赛10年了，我没见过0票长什么样。哎，朋友们，咱玩起来，这够意思，咱全灭了，0票，我跟你讲，朋友们，能创造历史。哎，你看这一键删掉，它既能验证咱们就没有内幕，第二，咱也能创造脱口秀历史，第三，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谁夺冠，他得老难受了，他得。全灭了，来，咱就玩把大的，朋友们。你告诉我，冠军有什么意思？冠军1年能出来俩，对吧？那你创造脱口秀历史0票，可太帅了。我不管谁夺冠，他得想我怎么没想到这么玩呢？啊！3、2、1，请灭灯！谢谢大家伙的安静，谢谢。哎呦，这个接下来这句话，我在这个节目，我以为我已经说的足够熟练了，但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千万要按你自己的内心做出抉择。完了，这个票非常的不伦不类，我的妈！这个就不公平了。重跑。我觉得啊，兄弟，你有你的想法，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完完全全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而且，如果真的尊重比赛、尊重对手，就让观众按自己的喜好投票就好了。那无所谓，这票我也能接受，我都挺开心。啊，不好意思，给各位惹麻烦了啊，不好意思。不麻烦，也不是你惹的，也不是第一个麻烦了，这是。最后给大家一点时间考虑，我想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每位观众朋友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再说一遍我那句话，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他的朋友就按照你的想法摁下或者不摁下投票器。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好，谢谢老师啊。5位都给你拍灯了，你有没有什么真正想问的问题？一人一个吧。那个，这个能收回去吗？那个喜剧都是大家笑，都是假的，就是表演开心嘛，没有真心冒犯的意思啊。你以为我们编那点好词儿容易呢？对。我从第1季到现在录了20期，有多少话我是编出来的？我是。因为我怕我不这么说，他们不让我坐这儿再夸你们，你知道吗？是，我还站在你们的视角写了个段子，但是没有讲。就是我拍着良心说，我肯定做不了各位这个工作，因为我坐到那儿，我肯定会忍不住对某些演员说，你怎么讲这样呢？我肯定。对，但没有讲啊。这个也替大宅跟3位新朋友说一句，他那话是真的，你们就真的是赶上了啊！因为前面来的人也赶上了他其他的那些东西，就是没有人是无辜的，现在平等的撞死每个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就大家享受演出，最后咱们就快快乐乐的，观众开心就挺好，我一直的心愿啊。我是觉得老翟确实从第1季最后一场到这一季最后一场，他都是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然后去把自己真正想说的事儿说出来，而且你也确实也是一直这么干的。对，就是纯粹的快乐。进屋不就为高兴来的吗？要不然干啥来了？哎，谢。我觉得吧，哎呀，大宅刚刚这一篇之所以大家这反应这么大，这么喜欢，或者是包括我们这演员朋友也都很有共鸣，不就是你上一把说了吗？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嘛，咱把那个简单真相对说出来，挺好的，是打开了某扇门，以后你们也不用端着了，对吧？就是有该骂就骂，好不好？对。无论如何，我们掌声谢谢翟佳宁，谢谢大家，谢谢你这一段表演，也谢谢你这一季的精彩演出，请你稍事休息。我对自己都是挺满意的，现场观众都挺开心的，带观众现场一起玩嘛，这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即兴互动，想成就这一个时刻，有一层寓意就是喜剧不用来比的，不管你多少票，哪怕是0，你也可以非常好笑。给我羡慕坏了，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天才，我非常痛恨为什么不是我想出来的。就是他其实第2轮讲完，我跟旁边的选手还说，我说翟佳宁的稿子你一个字一个字的全给我一字儿不差，顶满了情绪说，我都不能讲到他那样。这是我现在在舞台上不愤怒。其实我知道翟佳宁很会，就是他写段子非常会写，但是我真的确实是没有想到他可以炸成这个样子，怎么会2篇都写得这么好？而且说实话，他就是扛得住这样的高压，我就创作，我就用喜剧表达我想表达的，我就要炸场，我就要对得起现场的每一个观众，让你们体验到那种在线下看演出的那种极致的快乐，我就觉得很厉害。这种表演就相当于在这个重庆点了一个火锅，你说我今天要挑战一个你们店里最辣的那个辣度，但是接下来还有4道菜，
我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是什么菜，有可能也是非常刺激的辣火锅，也有可能是需要大家稍微那么咂摸一下滋味的那种小菜。所以无论如何，接下来还有4段表演，我们都同样的热情和掌声给到接下来的演员，好不好？好。我们欢迎第2位出场的朋友，掌声有请刘仁成。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翟佳宁这个，只有冠军很难受吗？我觉得第4名也会挺难受的。但其实我们这个顺序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跟大家商量过，是我主动要去接他的，因为我是觉得我是唯一一个不会被他影响的人，因为我这段表演没有梗的。他影响不了我。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大家认真听就行。我刚辍学那半年，我真的是有很严重的被抛弃的感觉。我反复跟我爸妈确认，学校真的抛弃我了吗？老师真的没有找过我吗？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父母的肯定。老师不理我就算了，半年内没有一个高中同学问过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每天就盯着我的 QQ 发呆，我希望有人可以找我。没有，一动不动。从那时候，我就讨厌腾讯。去年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很想回一趟母校。其实我还是很想看我的老师，我其实没有那么怨恨他，而且我也很想念我高中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食堂。2中食堂有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鸡蛋饼。我很想念他，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饼。我联系了我的高中班主任，说想看望他，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可以理解，毕竟我也算是个明星，荣归故里，谁不欢迎呢？当时去了学校就看望老师，我带了一箱水果，老师看到我拿水果还说：“哎，他还带东西干嘛？人到就行了，你赚钱也不容易。”我心想，确实。一个明星确实比水果更重要，当时心里暖暖的。老师还是心疼我，我赚钱明明很容易。但到了办公室跟老师聊天，老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怎么样，找对象了吗？还让我减减肥，完全没有一点八卦脱口秀的意思。我还想呢，不愧是政治老师，真有边界感，一点都不八卦。我再聊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我老师完全不知道我讲脱口秀的事情，他以为我还干门窗呢。怪不得说我赚钱不容易，怪不得我一进来就跟我说：“哎，学校刚换了门窗啊，别担心，老师门都挺好的。”我只能假装不经意的提我上节目的事儿，没想到老师他就特别激动，他说：“哎，我看过脱口秀，我看过付航，我看过小鹿，我看过黑灯，没了。”我说：“你要不再看会儿呢？再看就看到第4名了。我们节目脱口有这么长吗？”我本来也不好意思当他面说我讲脱口秀的事儿，那老师很激动，他就一定要找出来，我就找了我第1段脱口秀去年的胖子门窗给他看，老师看了半分钟说：“哎，不对，这个人我也看过。哦，你也干门窗，你也是哦，你也是刘仁成。”老师发现我讲脱口秀之后就很开心，跟他办公室其他老师一起分享。那一刻我有点恍惚，我觉得时隔10年，我终于获得我老师的认可。但在我心里，我还是没好意思问出那个问题，就是当初为什么没有回来找我？旁边老师也正好就是问他：“哎，这么好的学生，当初怎么不上大学呢？”老师说：“啊，是啊，多可惜啊！当时我给他家打过一次电话，他父母说他当时想好了不上了，只能放弃了。”我在那一刻才知道，其实我老师回来找过我，是我的父母没有告诉我。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当时瞳孔地震，但老师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只能表面云淡风轻的跟他聊天。离开后才发现，真的失态了，鸡蛋饼都忘吃了。我也从那天才知道，原来我爸妈隐瞒了我，很残酷，就是有这种被父母欺骗，还有一点
背叛的感觉。回到家，我面对我妈做的香喷喷的可口的饭菜，我的胃口还是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全吃完了。我父母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们可能会看节目才知道这个事儿。但我并不生气，我实在是告诉他就是我并不生气。当然辍学是我提的，我父母做了他们觉得对我最好的决定，他们是为了我好。大家也不用可怜我，真的不用可怜我，我现在赚钱很容易，这就够了。而且我回想了一下，这个时候我也有责任。那时候我跟我的父母在互相试探，我经常没事就问我妈：“老师找过我吗？”我妈说没有。那你后悔了吗？那没有。所以我父母他不是放弃了我，他是被我的演技给骗过去了。我不是被抛弃了，我只是跟七七一样，我们演戏太好了，我们是太好的演员了，我就该讲脱口秀。而且我其实是个二胎，当初我爸妈因为我被罚了5000，我爸妈也想抛弃我，他们可以从源头上抛弃我，他们可以响应国家政策抛弃我。其实我之所以没对父母产生什么情绪，就是因为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如果我现在因为辍学过得穷困潦倒，在最绝望的时候得到这个消息，可能也会黑化。从那天开始，胖子门窗再也不上门安装了。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开始人生新篇章。第1章，成人高考。当我遇到脱口秀，我人生前20年都是自卑度过的，直到我遇到脱口秀，我终于有了一些值得自豪的事儿。我有了很多演出，我出了专场，我上了节目。我一直感觉脱口秀像一个慈祥奶奶给我喂饭一样，跟我说：“孩子，够了吗？孩子，要不要再吃一点？”我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说：“真的都给我吗？我是一个江西人，我从小就是外地人，我长得不好看，小时候的衣服很脏，我很胖，我学历也很低，我连话都说不清楚，我真的值得拥有这一切吗？”脱口秀五洲嘴跟我说：“你是王炸比赛冠军，你是年度播客主播，你是喜剧之王单口第1季的第4名，第2季的第5名。”刘仁成，你是真的很不错，谢谢大家，我是刘仁成。谢谢阿成的表演。喜欢刘仁成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讲出来，感受如何？其实应该处理得更好一些，更有趣一些。然后我本来是想放到专场里去讲的，但今年我就说，如果真的比到这儿，那就讲出来。这个舞台上能讲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我有很多对父母的情绪都是在节目上说的，然后私下里没有任何沟通过。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跟我爸说过一句我爱他什么的，但我在节目上经常说。挺好。这有时候比讲了多少笑话什么都更重要。几位有什么想和他聊聊的不？有就说，没有我也不硬问了，万一再让大宅攻击我，那是。我觉得你整一季的表演都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我觉得就像可能房主任遇到脱口秀，脱口秀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脱口秀对你来说可能也是一件改变人生的事情。就是我很开心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可以让这么多人找到自己，治愈自己，还可以疗愈这么多人，所以感谢他，感谢你。我就是说，每次都能从阿成的作品里头感受到喜剧的忧伤，但是又有很强的喜剧的力量。你的故事就像是一个渺小的我如何成长为喜剧之王的故事，所以刘仁成，你真的很不错。谢谢。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刚才没有对那个翟佳宁说，就是我也很想对他说，就是他看上去是一个糙汉，但是他那个糙是操心的操，他操心一切，其实他关心一切。然后我特别希望这个世界上多一些像他一样始终能保持愤怒，然后又求真的人，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希望你永远保持愤怒，奋勇前进。谢谢。谢谢老师。我稍微回应一句，我觉得喜剧就是可以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可以像我这样，如果大家觉得有一点忧伤就有一点忧伤，也可以像翟佳宁一样没有素质，都可以，都是可以是各种样子。很棒，谢谢阿成，你没把它放进专场里去表演，但我想如果这一季节目连起来，你所有的表演
是一个完整的作品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结尾。谢谢阿成。就刘仁成他自己真正内心里边的痛苦，他其实不太跟别人沟通，但是他在舞台上边，今天他敢大胆的去讲他以前所有那些不敢面对的事儿，我觉得他越来越勇敢了。哎，他讲完之后真的是，就好想抱抱他呀。我特别喜欢他那个比喻，脱口秀就像一个老奶奶一样，一直在喂他一些好吃的东西，问他你吃饱了没有。我觉得这个太温柔了，他也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只看着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其实你但凡愿意看一看自己得到的东西，其实你很容易幸福。继续吧，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又要跟我们聊些什么。掌声有请于翔宇。Hello， 大家好，于翔宇。哎，最后一场了，我也不给你们整那些花里胡哨的。我知道你们现在确实不太喜欢看那些流程啥的。我有时候上台就感觉你们那个眼神就是说赶紧打起来，你别自我介绍，我知道你是于翔宇，梗呢。然后我自己平时确实也比较烦一些表面功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有人在你面前抽烟，然后他会装作很在乎你的感受，在那。我本来都没闻到，一三全上我脸上了，就怎么能把这种明明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演成是一种大公无私、乐善好施啊？我这好烟大家都尝尝啊，这就是利群。然后抽电子烟的就更烦，他觉得这个就不是二手烟，就直接当着你面抽，有时候在办公室抽，在饭桌上抽，你就感觉旁边坐了个加湿器。然后电子烟就是太方便了，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之前很多人用个链子直接把电子烟挂在胸口，我这真的很酷吗？这也太少了吧？这跟那种把烟夹在耳朵上的土鳖有什么区别？而且为啥就抽电子烟的人这么干？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抽真烟的大哥，在胸口挂一条中华，来哥们哥们。而我有时候现在觉得这个抽真烟的人都贼勇敢，就大家明知道它非常有害，会肺癌，会影响生育，还是会抽。你感觉大哥在那点一根，每一口就是老子今天就干死我自己，孩子也不要了。我自己家的香火自己踩断。然后我现在自己的工作也很难避免碰到一些表面功夫的事儿。然后我去年录完之后还聊了几家经纪公司，然后但是它又不像找工作那样，你有一个明确的晋升渠道，说你可以做主管当经理。对方一般聊的都很虚，就说你签了肯定会更好。没了。我说你好歹给我画个饼的，说祥子你就跟着我好好干啊，让你3年做李诞，5年当李现。然后我做脱口秀也是，有时候大家采访就会说是为了表达，但实际上就是想炸，就是大家反应越大越开心。有时候嘉宾说我觉得于翔宇可能是今年的冠军，我都希望他们直接说我觉得于翔宇是明年的嘉宾。就是台上的人有时候真没那么 real， 挺虚伪的。就我最讨厌的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叫我喊 encore， 我不喊你不是也会出来吗？你最火的歌还没唱呢，我蕊炮都看见了。啊，然后我有次去看演出，就是一直拖，怎么喊都不出来，我地铁都赶不上了。我总不能到时对着地铁喊 encore 吧？一帮人在站台拿着荧光棒对着空空的铁轨 encore。我车开过来之后，司机从玻璃门里缓缓走出，感谢车迷朋友们的期待，真的是最后一班喽。然后现在有时候你在家看电视也很容易被忽悠。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综艺啊、电视剧，那个钱感觉都花在宣发上面了。那个宣发动不动就又爆了啊！这个阅览量、播放量破10亿，不是全中国才多少人呀？
按这个数据呢，我姥都得看过这些综艺。老太太在楼下遛弯，收音机外放音综，啊 ，Put your hands up， 我姥在那儿。然后还有那些就是做了很多季的综艺，咱们能不能就不要再做了？就是越做越难看，你给我的青春留个美好的回忆不行吗？不是说你把名字缩短加个年份，它就会变好看。那我明年录节目写不出段子，我就改名。我说大家好，我是翔2026。然后我就发现你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好像就是你有钱，你就是可以掌握更多话语权。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被骂上过一次热搜第1，啊，然后当时有朋友跟我说，要不要找人处理一下？我一听架构，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然后你就感觉现在每天在上网看消息的话，每天就是一堆跟你生活没啥关系的破事儿在那热，爆，官宣，就还不如全放天气预报呢。你官宣40度热爆了。然后你有时候真的看到一些什么明星黑料啊、企业丑闻或者什么负面的事儿，然后你看着看着它就没了，你就感觉好像是在路边看人吵架，然后俩人直接消失了。那我不就更好奇了吗？我更想看了。你这儿搜不到，我就去别的地方搜，都搜不到，我就去看 PDF。然后这种事儿多了之后吧，我现在这个逆反心理就越来越重。有时候每次一有什么事儿出来，我说你既然想让这个事儿处理一下，那我得让你多花点，我看看是你钱多还是我话多。我每发一条，你都得多雇俩水军。我每句话的意思都是您破费了。啊，我朋友问我说：“你抱这个手机干嘛？”我说：“我流量变现。”啊，我一句话让一个男人为我花了18万。反正谁要靠撒钱玩劣币驱逐良币，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良币驱逐傻币。翔哥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下班了，朋友们，谢谢。又封一个，还有掏给我想走去。摇滚明星，你歇着去吧，摇滚明星啊！我觉得你现在特别摇滚。我咋摇滚了？挺好的，感觉你很兴奋。看到你有自己能够保护自己且反击的能力，所以我就特别高兴。哎，3年做李诞，5年做李现，该不会是我们公司的人跟你讲？不是，只是他俩押韵，他俩押韵。这个公式里最奇怪的是，李诞怎么2年变成李现？前3年是否是一种弯路呢？3年做庞博，5年做李现，还是押韵吧，还是押韵，还是押韵。歇着吧，歇着吧，摇滚明星 rock star， 谢谢。他好开心呀！下班了，朋友们。背还是不背呢？背不错，试试统一春福焙茶。焙茶？对呀，焙过的茶就是香。1倍降苦，背稿没痛苦。2倍提香，爆梗句句香。3倍口口声香。春福，心服口服。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啊，去哪里啊？去比赛啊。带上春福焙茶行不行啊？为什么？因为有备无患啊！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还是无糖哦。那我们就演出继续，还有2位朋友，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掌声有请王悦。大家好，我是王悦。今天穿裙子了，
好看吗？好看吗？好看。我也觉得好笑。热搜预定啊，王悦穿裙子纯好笑，真的。我上次穿裙子是20年前，所以今天穿上这条裙子，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里面那个女孩子是谁。但一瞬间好像看到了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对，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留个板寸。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少跟妈妈见面。因为我爸爸妈妈离婚过后呢，我跟着我爸爸生活了5、6年。我爸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没有组建新的房间，我就睡在过道里。他也知道家里挤，为了给我们腾出空间，就经常在外面宿醉，醉到哪儿睡到哪儿。当然有的时候喝多了也会不小心回来哈，但他会一直敲其他房间的门，但大家只要不开门，就可以假装不在。但我很难假装我不在，因为我的过道没有门，我该早点认识刘仁成。但我也很感谢我爸爸，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的成功3分天注定，97分靠父母有毛病。我那个时候就会经常盼着寒暑假去找我妈妈，她换着工厂打零工，干到哪儿睡到哪儿。我就跟他一起挤在那个8人宿舍的一个上铺，每次去了就不想走，他都会说再忍一忍，攒够钱了就把你接走。还有，不能再胖了，昨晚让我掉下去3回。我有一次去找他，我们俩一起洗澡，开开心心的，他站在我后面给我搓背，2个人一前一后，像2个可爱的卡皮巴拉。但他搓着搓着，突然就沉默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歘的一声就冲出去了。连衣服都没有穿，就开始拨通电话骂对面的人，卡皮巴拉一顿噼里啪啦，拿起来就骂：“你凭啥这样对他嘛？他不是你亲生的时候，你是个啥东西？”我当时站在那个厕所里面，我说：“我去，我妈是个 rapper。”但我一听就知道对面那个人应该是我爸爸，我也开始害怕了。我说：“你赶紧挂了。”他不挂，还一丝不挂。我也只好冲出去，一把把手机夺过来给他摁掉。我说：“你干什么呀？你怎么突然骂他？”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背上有一个这么大的手掌印，我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妈妈太熟悉了。”我说：“那你骂了他，我怎么办呢？”我妈当时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不怕了，怕个毛线！外婆家拆迁啦！”Show time。他说：“你最多再等我1个月，我就能把你接走了。”我说：“啊，还要1个月？那你怎么不等到1个月过后再骂他呢 ？Show time later。”但我那次回去，我的心情其实轻松了很多，因为我就感觉再撑一口气，马上就可以出月子了。我妈也知道，她没办法给我360度的保护，一咬牙给我买了一件名牌 T 恤，361度。纯白色，我从来都不舍得穿。有一天同学跟我说，跟外校有一场5v5的比赛，我一听有外校的，我穿着361就去了。到地方一看，不是打篮球，是打群架。我到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我不敢打，也不敢拉。这个时候不知道人群里面哪里飞过来一只拖鞋，我看着我又跃下去了半边胸，上面印了一个巨大的鞋印子。像被谁踩瘪了一样，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个了，因为这是我最心爱的衣服。我当时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幸好我一眼就找到它的主人，我看谁没穿鞋就是谁的。没想到他说：“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就还手啊！”我低头看着地上那只拖鞋，上面那个标志我认识啊，那个标志。我一拼下面的字母 NIKA。耐克，你穿山寨耐克，我这可是正版361啊！我当时抄起地上那只耐克，我就开始 just do it。我说我今天3你61度啊！耐克怎么拼的？我今天跟你拼了。但那天我前脚刚回家，后脚我爸爸看我一身泥，他非常自然的、非常习惯性的反手给了我一巴掌。但那一次是他打了我那么多次，老子第一次没有掉眼泪，
因为当时我脑子里面只有6个字：外婆家拆迁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心想：好大胆的穷人。我没想到他居然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说：“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就还手啊！”我可能确实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但我爸爸绝对不知道，老子下午刚刚在外面学了新的本事。我直接蹲下去，非常冷漠，捡起地上的一只拖鞋，拿起来一看，阿达拔斯。全世界都是假的，只有我妈给我的是真的。我当时气坏了，我直接后撤2步，一个冲刺抡着膀子，啪的一声，我就扇回去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过，那一次居然是我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也是我最后一次打他。但朋友们，我跟我妈妈现在都过得很好，虽然小的时候一些习惯还在，就我现在走过那个上场通道，还会困一下子。当时我住在过道的那5、6年里面，灯总是坏的，也没人修。是我做了单口演员过后，每次上台都有一束那么亮的光，能把我照死。我现在散光。但其实外婆家拆迁啊，是我妈妈给我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个时代，她能把我接走，是我妈实在走投无路，她决定再赌一把，走进了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最大的赌场。婚介所。那天他化了一个淡妆，站在婚介所里面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叫张然丽，今年41，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我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能接受我女儿，跟我一起供她读书。我妈用她没有选择的选择换来了我有更多的选择，我才有机会一口气撑到这里，站在这个舞台上做自我介绍。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爱奇艺 VIP 用户，我是王悦，今年29岁，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年的喜剧之王悦，谢谢大家。谢谢王悦，谢谢你的表演。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王悦，谢谢，谢谢。这是从何聊起呢？今天有这么多第一次的事情，第一次穿着裙子上台，第一次在台上讲这个故事。先从裙子开始聊吧。我决定穿裙子是因为第一期的段子，我说我现在雌性激素补上来了，在家里面开始偷偷穿裙子了。观众在那个网上给我喊话，他说王悦，你要是走到总决赛，我想看你穿裙子。我本来上场的段子本来说，我说知道这对你们是一个暴击，也差点击爆了我自己，但是真的很凉快。说的我都羡慕了。一会儿接给你穿一下。我看大姚姐也是听的，这中间好像就挺那啥是吧？虽然观众老批评我们这儿这个偷偷抹眼泪儿，他们一直在提醒我说，大姚姐你不要说太严肃哈，你一定要那个高兴哈，就是刚才听这段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心疼王悦。但是我觉得姚晨老师还是可以为我感到高兴。就是因为有了我妈妈把我接走，她把我从那个黑暗的过道里面拉到了这个舞台里面，我才有机会站在光里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过去的故事。其实我也是通过喜剧真的治愈了我自己很多，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特别，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勇敢，就是因为你们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重新把自己的这些伤口再撕开，然后用这样的笑的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感到很无力，希望有很多的朋友能够站出来，把他们的这些遭遇说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响彻云霄，它才会让这些暴力消失。希望有一天这个台上，我们不需要再有，不会再有这样的暴行出现，然后我们也不会再有这样的话题来作为一个地狱式的笑话。谢谢谢谢，希望永远都好好的。可能有看过我专场的朋友知道，这是我专场最后的一个大段，我把6000多字的稿子融成了1500字。我发现人的一生其实真的很短暂，1500字能够讲清楚我跟我妈妈2代人的故事。
这个是脱口秀舞台带给我们非常难得的一种体验吧，应该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想象中，包括我看的很多影视剧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下，就是培养出来的小孩，我想象中应该是那种就是非常的自闭，然后自卑，然后我就是今天看到你可以就如此就是又带着那种就是开玩笑很诙谐的这种感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很佩服你啊，我觉得你内心很强大，然后谢谢，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然后也希望你妈妈越来越好。已经很好了，我们其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一直以来我真的没什么优点，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没有优点。我想唯一一个优点就是我有点幽默。我用我的幽默交到了很多爱我的朋友，用幽默把自己推上了这个舞台。比赛开始之前，他还发一朋友圈，这个你妈妈是不是陪着你？他总决赛来了，对，总决赛来了，但是在观战间，我不敢让他都坐到下面，我怕他一个人哭起来响彻云霄，你知道吗？我上台前给我妈妈发了一条消息，我说你不用担心我，我说我今天会给你和我一个最好的回答，因为我的专场叫请回答1.58米，我觉得人生会很多需要回答的时刻，我相信我妈妈这一刻也听到了属于她的回答。当然，我们非常开心，你和你的妈妈已经到了能保护彼此的那个时间，我们也希望大家其实本来不需要互相保护，好吧？谢谢王悦，谢谢。讲完了还是开心哈。提起裙边，踮起脚尖。我们还剩这一季比赛的最后一场演出，所有人也都知道他是谁，掌声有请嘻哈。好，大家好，我是嘻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起狂欢一下，可以吗？好，给这场比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前几天因为就上节目的事情，我也上热搜了，热搜词条嘻哈离婚。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说上了这句话。第二天一醒来，营销号词条更过分：嘻哈离婚，独自抚养2个女儿。很抱歉占用房主任的2个女儿。我度过了不平静又不幸福的2天，离谱，营销号离个大谱。我确实是离了，很早就离了，没有女儿，没有儿子，但有一个前夫，有一个司仪。不是新博啊，以后你们就知道，司仪是整场婚礼核心很重要的角色。老公选错了可以离，但司仪选错了，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朋友会笑你。那段时间我很忙，婚礼策划属于见缝插针。记得当天是从凌晨开始飞，工作到下午2点，我就约的司仪3点到家里来商量这些事情。我到家刚往沙发上一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突然响起。我起来把门一开，那个门砰的一下打开，我脸都被打平了。冲进来对着我说：“你好，我是你的司仪。”我上下打量了一眼，一看，20几岁的样子，中山装，头发3、7分，站得笔直。我当时就对这个老派的司仪产生了质疑。我说我的婚礼该不会穿着婚纱抛绣球吧？他刚刚坐下就拿出了他的笔记本，不是电脑，就是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说来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关于你的背调。我第一次在司仪嘴里听到背调这个词，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我知道你喜欢舞狮，当天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对狮子，迎宾的时候你和你的丈夫1人1只。我说我俩舞，他说我也可以舞，我说你安心主持吧。他说我还知道你喜欢5月天，我把你上场的音乐也选好了，就是你最喜欢的知足，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我说停，他说你不喜欢吧？还有一首恋 ing 恋 iing 恋 ing。我说停，不要再唱了，唱2句就够了。他说你版权意识好强。
版权问题，哥，我到时候会准备好，我会发给你。他很开心，很爽快，直接就说到了。那我们就说抢亲环节，我直接告诉他，其实抢亲环节我不太想要，因为布置婚车婚房很麻烦，你记住。他当时听到打了一个响指，对我邪魅一笑，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婚车你到时候就用28大杠自行车。”我说28大杠，他说你不会骑是不是？很简单，你就，然后再跨过来就好了嘛。我说不是骑车的问题，他说那我先下来。下车他就跟我说，车子都好解决，主要是婚房。我要是没有的话，他甚至可以介绍一套给我。我说你主持个婚礼还顺带干中介，他说你不懂，只要你幸福，我做什么都可以。你是不知道这一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现在年轻人结婚的越来越少，你这单做不成，我就快没饭吃了。我还有老婆，还有儿子。我当时听到他说着，我一下理解了。我说行，他说我还有个外孙女。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当时觉得他已经疯了，想做成我这一单。我说其实我实话告诉你，主要是我的预算有限。他说什么预算？不要预算，你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现在看来。当初他话还是说早了，他都说到这儿了，我也直接告诉了他，我说其实我这个婚礼于我来说，其实再怎么办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有些人我想邀请的人他就是来不了。他说谁？我说我的外公。他说他在哪儿？我说死了。他说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放在婚礼上也可以，也是你喜欢的阿信的。我说信。他说什么信？我说不重要。好了。我说我的外公看不了我结婚，其实真的就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他走了这么久，甚至都没有来我梦里看过我。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来不了？再说梦是反的，你太想他，他就来不了。只有你把他放下了，他才会来。所以你要办婚礼。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心里已经想好要换司仪，我就把他打发走了。关门前我说走吧走吧，后面写信联系吧。心力憔悴，真的。非常累，当时把他推出去，把门一关，瘫倒在沙发上，还没回过神，梆梆梆敲门声又响起，我气到弹起来又开门，一打开门我说谁呀？一开门，一个西装革履的先生说：“您好，我是您的司仪。”老子当时火都上来了，我说你同事刚走，你没看见吗？骑着28大杠走，你没看见吗？他说我同事不对呀，只有我呀，你约的3点。我低头一看表，确实才3点。回过神来，原来刚刚只是在沙发上做了一个噩梦。还好不用舞狮了，这个司仪就正常多了。我跟他当天聊完，我就定下了他。很快，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就非常想念我的外公，然后我就开始翻照片，越翻越不对。外公年轻的时候跟我那天梦里的司仪长得很像，但很模糊，所以那个梦里到底是不是他来，到底有没有来看过我，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是婚礼当天一切都很好。婚礼进行曲响起来的时候，我的耳边甚至响起了恋 IING， 我就知道当天外公和窦尔顿至少来了一个。来参加节目前，我因为没有办法照顾家里的猫啊，我就买了几个监控安在家里。那个监控比较高级，录入人脸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显示某某在客厅，某某在厨房。安好的第2天，我的 app 上推送陌生人闯入，我赶紧打电话给爸妈。爸妈说这不见鬼了吗？哪儿有人啊？排查下来发现，监控识别到了客厅外公的遗像，真见鬼啦！后来爸爸把外公的遗像放到监控面前，录入人脸。录入外公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收到过陌生人闯入的提示。前段时间第1赛段播出的时候，我当时正在上海，当时我收到一条监控 app 的消息是外公在客厅。就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的外公也许并没有错过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比如我的婚礼，比如现在。谢谢外公，我是丫丫。谢谢大家，我是嘻哈。谢谢嘻哈，谢谢你的表演。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嘻哈，谢谢。难得的不是一个侠客的故事哈。哎，难得不是，因为最后一篇故事了嘛，想跟大家说一下。对，因为也想给外公，这是想我跟外公写好的一封信，很想用一个很好的载体给他，我相信他也能收到。
讲到最后半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你的衣服上应该就是你的这些小伙伴吧？对对，这个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然后是我自己画的，然后画完了之后，因为里面就是这是我的旧的那些小猫小狗那些，然后梵高的天空非常五颜六色，然后充满着未知，我也非常的向往。然后这边是我的巨蟹座，然后这个是麦克风，这边是一个奖杯。就我不管结果怎么样，但此时此刻我能站在这里跟外公对话，我就觉得很满意了。我其实就是连带刚才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想法，可能不是说专门跟您说啊，我就是感慨这个脱口秀表演的这个舞台。它的魅力在于，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去分享自己想分享的东西。从开放麦开始，就是您甭管您是干什么，你进屋推门进来，你敢站在舞台上拿起麦克风，你就可以说你心中所想的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刻，其实是完美的贯彻了这个舞台最初始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是你站在台上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它不是比赛，啊，所以就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谢谢。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事情，我跟你有非常相似的经历。我是在外面拍戏，然后呢，我在拍着，我突然就感觉那时候我父亲刚走，然后我突然感觉我整个人都感觉变了一样，一下子脑子里台词什么的全都忘了，就整个人我都感觉不自在了。那个时候我妈正好在家里面睡觉，她睡得非常香，她看见我爸从家门口走进来了，然后就说我在外面拍戏，然后你们好好过，他要走了什么之类这种话。其实我妈梦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当时在现场非常状态不好的那个时候，就完全全部都对上。对，所以你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全都是我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所以跟我其实挺有共鸣的。虽然我无法跟你做到你自己的感同身受，但是在我的世界里，你讲的事情是可以影响到我的。谢谢你。没事，谢谢。说不定您父亲现在和我外公正在一起看我们的这个现场呢。他们说这个叫翟佳宁的太没有礼貌了。一会儿把你带走。这节目是为了选这个是吧？因为我确实觉得生死这个问题在舞台上讨论可能相对沉重，但是我想跟黄涛老师说的是，其实我们一定有相同的感觉，就每一个亲人离世，我们都会觉得背后倒了一座大山。其实当他们真的完全走掉之後，你会发现，其实你已经在他们的爱里面成长，成为了那一座大山，可以保护好自己。是的。嘻哈的表演从头至尾一直都非常精彩，因为你的综合素质太强了，所以你的表演的那个观赏性特别强。然后，但今天你以一个这么动人和动情的这个故事来做结束，也很打动我。然后，我这些天我想起那个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女网友写的一篇文章，应该是个小女孩，她很激动。他说：“你们每一个人站在台上，你们在通过讲述自己的这些真实的经历、故事，让他觉得他不那么孤单了，让他觉得原来我还可以这样活着。”他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长为一朵玫瑰，但我已经是一朵醒着的花，所以也愿你们永远盛开。”谢谢，谢谢。哎。我的感受非常的复杂，就是我从脱口秀大会第3季，就是所谓参与到这个工作里面，这是我见过最诡异的一个下半场。我不知道庞博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这个诡异的感受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又真又勇，唯独没有真勇。最后冠军不会是真勇吧？比什么呢？咱们跟这儿干嘛？就是我见过，这是最没有功利心的一场总决赛的下半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喜剧之王啊，我们的单口季，选出了最妙的5个人进入到总决赛，选出了特别真挚的、想要去表达真心话的人，在这样一场总决赛上，奉献了一场这么诡谲，又这么充满能量，又这么真诚的一个演出。我没有想到嘻哈会以一个梦境中的外公来收官今天我们所有的演出，但是我能知道，就是它是你的底气，它是你很多能量的来源，所以我也知道为什么你今天选择在这里用这样一种方式跟它连接。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能量，我也
非常知道每一个能读懂你故事里的人，同样也能被你这样一种能量所感召到。哎，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啊。谢谢谢谢。我觉得这封信只要外公收到就好了，他一定听得到。好，我们谢谢嘻哈，也请嘻哈入座休息。其实我准备了2篇，有一篇内容可能会更会炸一些，但是我一想到总决赛那个时候，自己突然觉得想在这个台上给外公说一些话。这篇稿子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了，其实就大概在2022年初开始跟朋友讨论怎么创作，最终在10月30号鼓起勇气把它落笔写成一个 sketch 的剧本。其实这个生死这个话题是所有人到最后都会面临的一个话题，我也希望拿到台上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度过那段时光的。我到现在都会给我外公写信。我会觉得人这辈子都没有死过，世界也有很多种维度，只要我相信他们还活着，他们就会一直在。同样，嘻哈演完，我们这一季喜剧之王单口季所有的表演都结束了，谢谢各位，辛苦了。就像天真姐所说的一样，这个也是我所经历过的可能最不一样的总决赛的下半场。那我们的比赛终究也还是会有一个结果，要向各位说明的是，最终的排名是按照总决赛2轮票数相加做出排名的。那我们看一下2025年喜剧之王单口季年度第5名的获得者，请看大屏幕。